我能夠想象有一個總經理、某一個總裁出現時，你會在他身後的2到3個人之間的其中一個人，你應該可以做到這個事。但是你現在沒有賣這個氣質，所以當我想要付錢，我沒有地方可以付這個錢。如果不是，我可以救你團隊，你要不要讓我救你團隊？是不是你就把東西賣掉？這才是你該做的事。所以你要變成那個大傘嘛，帳篷中的我們講中柱，中間柱子一立起來之後，帳篷就搭起來。你要當那一根柱子啊！我現在看那根柱子很短嘛，我幹嘛要進去？我沒有想要成為這樣的公關啊。嗨，我是 Kim， 我現在面前有一位我們從創業家社團邀請來的創業家。嗨 ，Sabrina。嗨，大家好，我是 Sabrina， 做公關行銷產業。你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啊？因為我其實做這個產業已經差不多20年的時間。我大學一進業就踏入了這個領域，我發現我有這樣子的能力，可能在面對受訪者或老闆，他們其實在採訪之前都會很焦慮，然後我有這樣子的能力，可以幫助他們解除焦慮，然後以及幫他們做好準備。所以我很 enjoy 在鏡頭後面看着這一切的事情，看着我要被推上去的那個人，他在台上發光，並且面對他要面對的這些人，我覺得那是我很有成就感的時刻。你現在遇到什麼問題啊？我現在遇到的是，因為在創業比較初期的時候，我發現就想要賺錢嘛，然後很多事情就把自己的能力拿出來應用硬上，但是就會造成就是我的能量或者是在很多案子中間疲於奔命。然後目前的人力其實是不夠的狀態，光跟客戶溝通或者對焦這些事情就已經耗盡了我的所有的時間。那營業額就是一直持平，並沒有顯著的往上升。OK， 聽起來是一個轉推薦比較多的生意。對。然後大部分的客戶可能會對你有重複的需求。不一定。如果說客戶的需求是記者會的話，那一年就是發生一次，但是客戶會一直找你。客戶會一直找我，但是下一次記者會是什麼時候我就不確定。然後以及下一次的複購的產品，我覺得也是我的一個卡點。只有你能夠提供這個服務嗎？客戶買的是你還是你的產品？都有。看起來不是這樣，看起來是如果你要做到更大的業績的話，如果客戶買的是你，你的價格沒有上去，對，你的 P 乘 Q 裡面，你的 P 不變大的話，你的 Q 很難變大嘛，因為你的服務前面有一個我們稱之為 T， 叫做時間。如果你的時間消耗沒有變得更大，在客單價不變的情況下，當你要吻合更大的數量，你一定更疲於奔命的嘛，所以你現在的商業模式注定會讓你很疲於奔命。那你想要繼續疲於奔命，還是你不想？不想。那你的產品可以漲價嗎？這是我的焦慮的地方，因為我發現漲價的時候，客戶就會猶豫或不買單嘛。OK。然後以及客戶的階層，就是可能面對的那些人或是企業老闆，我覺得他要深刻的了解我這個人，以及我的產品跟能夠給他帶來什麼價值。我覺得這個在溝通的交付流程其實就有蠻長的，在成交這過程當中。當我是一個老闆，我現在遇到一個公關災難，那我那一通電話打給你的時候，你第一句話會說什麼？老闆現在的狀況是如何？然後我想要拆解一下現在的狀況，然後我們還有多少的時間？然後你接下來的行動會是什麼？我會給你幾個方向跟沙盤的推演的方向。那你告訴我你想要哪一個方向，我再幫你往下做深，看這個方案是不是你覺得適合你現在的需求。好 ，OK， 那我在中間選了一個方案之後，我 announce 那個方案，但是那把公關的火沒有如你的沙盤推演的燒法燒去另外一個新的地方了，然後我的心情變得比剛更糟糕了。但沒辦法 ，Sabrina， 你是我當下唯一我信得過的人，但是目前那個火燒去了一個我有點不知道為什麼它會燒到那裡的方向，那我又打電話給你了，這時候你會跟我說什麼？這個時候我會把整個新的燒的方向就做一個盤點，然後就是再把整個數據化或以及現在的通常是輿論啊，輿論會燒起來，輿論去做一個現況的一些分析，然後再拆解其他的方向，並且預判如果它再燒到第3次的話，它可能會往哪個方向去，然後還要避免就是內跟外的一個整合的一個
防堵的失火的方案給他。OK， 客戶這時候他的腦子壞掉了，因為他被燒第一次嘛，他很怕現在他聽起來的策略會讓他燒到第二次，所以他在燒到第二次前，他的法務團隊發了一個 memo 給你，你能夠承擔你的公關策略如果他失敗後的風險嗎？那個法務的合約基本上面就是這樣寫。那現在那個合約寄到你的 email 了，這一刻你的決定是什麼？我還是要看一下整個狀況的風險。OK， 現場我們有很多跟我的工作夥伴，我們剛好最近才在處理公關危機。好，那個時候我們在收集公關危機的時候，我們做了第一件事情是拋棄所有可以用機器人收集到的訊息，全部手動的一則一則把全部的貼文在雅虎上面，在 Google 搜尋上面，在 Threads 上面的每一則貼文，用人肉的方式去把它扒下來，並且去監測那一些東西有沒有新的起火點被發生。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能夠進入他人的世界裡，去深刻體會，如果我們做錯一個策略時，它會產生多大的賠償。我剛問你那個問題，同時發生在我的身上，他的法務團隊就寄了一封 email 給我，說 OK，if King 你現在給我的建議會導致這間公司股價會有變化的話，你敢不敢負責？當然，因為那個時間太短了，連很專業的法務寫出來的東西都很粗糙，大概就是這麼緊急的狀況。然後我連看都沒看，我就先 sign in。我說很簡單，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我說我 sign in之後，我可能會導致我賠多少錢 ，I don't know。但是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如果我現在不 sign 的話，我們沒有辦法處理接下來發生任何事情。我不會再接到你打給我任何一通電話，因為你就知道我沒有要跟你走在一起處理你的公關活動，無法設身處地的處理這件事情。現在開始你在設計產品的時候，你要把每一個產品的邊界感切清楚。舉例，記者會的邊界感就是你來記者會後，新聞稿被正式發布。發布後的效果，我當然希望它好，但是如果它不好，那個不屬於記者會這個 package 裡面我要 cover 的範圍。然後接下來你做第二個產品，可能是產品發布會；第三個產品可能是公關災難什麼什麼狗。隨着你產品在不同的售價，你承擔的範圍會不一樣。但現在比較麻煩的事情是，你全部的產品都被客戶要求要做一樣的承擔，這樣子一定會導致你的產品不好賣嘛。因為客人一定問你說，我做個產品發布會，我業績會提升多少嘛？對，所有的公關都覺得這是個蠢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逐漸變得無法避免。他們總是會問你，我開完這個記者會之後，除了你那些開文幾開幾盒之外，我能夠增加多少的曝光？所以他們再也不跟公關買新聞稿跟上新聞台，他們買的都是你有什麼洞見，能夠幫我解決當下最痛的問題。客戶出現痛點的時候，大部分就是兩個很核心的問題，一個就是他有一個極大的公關災難，現在正在發生，你如何讓那個火勢被撲滅？以及他有個新品要上市，你如何讓這個東西的銷售變得極大化？所以，如果你的產品能夠對應這兩個東西，你就有機會有團隊來做這件事。但如果你的產品是對應記者會啊、對應活動這些東西，都屬於高人力且高時間消耗、低產值、低淨利。所以你現在就要做一個決定，你未來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公關公司，這是一個關鍵。對，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決定的話，你的疲於奔命的狀態並不會消失，它會持續的在你的世界中產生一個黑洞。因為他們這次來，所有的創業家都有快速做一些作業了。那我看了一下那個 Sabrina 給我他的損益裡面大概 around 有9個項目。那我們很快的聊天之後，我告訴他說，所有營收佔比裡面低於9% 的項目全部刪掉。那麼為什麼？因為那一些項目佔了整體加起來4個項目折疊起來加起來佔了整年的營收12%，但是那些項目我們看起來都是高動態，都是你手機不會停下來，甚至可能你現在跟我聊天，你都擔心是不是有人正在找你。它都是屬於那些項目，不屬於一個長期的策略的 plan。所以你現在要聚焦的產品就2個，
如何通過公關活動幫客戶增加業績，並且你能夠驗證因果關係？如何通過公關活動撲滅森林大火，並且你能夠驗證這個東西跟你有關係？只要你能夠驗證這2個，你就可以不用一直接電話，而且只要你接了電話，每接一次電話，你心裡的感覺就是老娘又賺了300萬。它是對應這個感覺。如果你每一次接一個電話之後，你都對應着我要消耗某種東西，我要被客戶追殺，我要做無限提案，又要幹嘛一直改。那這個絕對沒有生活品質的，你不可能做得很久。對啊，如果他是創業，你肯定會希望他做很久。人力我覺得是我一個還蠻大的焦慮，就比如說，就我自己單幹嘛，可是我知道不能長久，再加上年紀已經比較大了，體力逐漸下滑，所以我的可能在培養找的新的人力。所以我們要處理的那些東西是，if你真的有機會重新修改你的商業模式。我給你一支魔法棒，你揮一揮，立刻你的商業模式會變成你所喜歡的公關行業，你的助人行業。那你最想要改变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我最想要改變的事情是，客戶對我的信任，然後以及能夠快速的在這件事情的理解，然後同時我有就是團隊夥伴，我可以很相信他們的能力，一起把客戶照顧好呢。隨着他能夠提供給你的服務穩定性，並且帶來結果的確定性，提高了你對於冰冷的機器的信任感。所以信任聽起來跟人的關係沒有那麼直接，來自於他提供了服務的穩定性以及帶來確定性。那個確定性在2個產品，我剛剛告訴你，一個產品就是穩定的替客人帶來業績，以及你能夠確定撲滅森林大火。這2個之外的其他產品，都是屬於時間很高、價格很低、數量要很高，你才能夠活下來的。所以，如果我記得你現在創業可能2年多，要準備邁入第3年，所以給一個第3年的你，如果我要講一句話的話，就是你得去找到 P 很高、Price 很高、T 很低、Q 很低的產品。甚至你可能可以1年只顧問一個客戶，把它做很深很深很深，但你 always 能夠 cover 它的森林大火 ，and always 你的策略總是能替他賺到錢，這樣子你就能解決你現在遇到的問題，你就能夠跟未來你的兒子說，你媽咪是一個很厲害的公關，因為那一年我發明了這2個產品，替我們整個家庭帶來確定性。他絕对不會想要看到一個疲於奔命的母親。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覺得那個願景我一直都有，但是我什麼東西你不確定？什麼東西是你確定的？什麼東西是你不確定？就是面對競爭對手的時候，或者是在面對我想要去的這個世界的過程當中，我會有很不確定，我能不能夠做到這些事情。你有一個很容易讓別人穩定的特質。當我跟你進行談話的時候，然後我希望你把這個穩定的特質放在你自己的商業模式裡，因為商業模式的焦慮感跟那個很低的噪聲是別人跟你聊天時會有感覺的，即便你面很穩定，但我依然能夠感覺到那個湖水在晃動。所以一旦這個東西在晃動，我就會有一個 feeling。我前面那個人不一定能夠幫我解決我面前的問題，所以當我在跟你進行更多的深度談話時，我就會再確定，他應該不能做這個事，這個是在公關裡面不可能能夠發生的事，因為每當我們打給你的時候，不是極好就是極壞，我們很少要有中間的對話，因為我們剛剛說了嘛，如果你進行中間的對話所產生的產品都是高 T 低 P 低高 Q 的，就時間很多，價格很低，勞力密集超級高，那些東西都不是屬於公關人要做的事。幫你做一個產品，就是我剛剛在跟你聊天的，你去造一個課程叫做公關課。那個公關課在幹嘛呢？如果你來上完這堂課之後，你企業主本人 and 你的團隊都會學會如何面對公關災難。然後接着來的團隊是非常圖一樂的，想說看我們這家公司也沒啥公關災難啊。於是你在他面前撥打了一通他們公司的客服電話，你假裝是那個發瘋的客人，開始幹掉那個客服。然後幹掉完之後，你手機全程是開擴音的。接着那個客服講完話之後呢，畫面上開始出現基於這個客服服務你很爛的時候，所有的公關危機在他面前發生。
這一刻，一支麥克風放在那個老闆面前，老闆，我想請問你，現在這個公關危機你該如何處理？這一刻，那個課程開始了，你應該要上這種課，把災難帶到他的面前，並且告訴他你怎麼解決那個災難。如果你現在沒有做這個事情的話，客戶白費了你20年的公關能力了。因為你的公關能力的幅度是很寬的嘛，但你卻賣給客戶最淺的東西。辦一個記者會 ，Come on， 那個是公關第一年菜鳥在搞的事情，好不好？誰會自己去搞一個記者會？除非他是你的 key account。但如果他不是的話，你幹嘛去幹那個事？那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rookie 的事情。然後接着，如果你在創業，你要重複 rookie 的行為，接下來好多年，你怎麼可能會有新的增長？所以你焦慮不會停止，收入也不會變大，但是你年齡在變多啊。體力在下降啊，資歷也在下降，這不是一個好的狀態啦。去造一個好的公關課了啊，明年會開啊，你們來啊，來學完之後，你把整個行程抄回去，拿去賣給你的客戶。感謝你，謝謝老闆，不要這麼說，謝謝，拜拜，拜拜。